这都先不忙夹啊。然后我们的奶妈现在把香香的一个食物啊，特别我们的竹笋，要放到它圈舍的不同的位置啊。听奶妈的说法是，在上面吧，慢慢的会把我们的香香的一个活动区域，继续在它的一个新的一个丰容的一个区域啊，那个树洞里面哈。可以看到奶妈已经把那个对，就这嘛，这应该凉少点，放到了这个位置，对不对？周奶奶也不晓得。然后我们的奶妈也说哈，就是我们的香香它其实的一个活动量是相对比较大的哈，特别到了秋季这一个比较凉爽的一个季节，它会在圈舍的不同位置去活动。嘿，对不对？找到不？哎呀，掐不起。奶妈还把我们的竹笋哈，把它夹在了我们的树丫的中间，树杈的一个中间。平时我们的香香也是会爬这么高去活动。我们稍等一下，我们的香香就会来到外圈。然后我们的奶妈也是把新鲜的竹叶加到了树洞的位置啊。我们香香等一下就会出现在那个位置。问题不大。看到我们的奶妈其实每天的一个工作量还是相对比较大的，光是一个加餐的一个过程都要爬一个小坡，然后去叫我们的香香回到内圈去要出去喽，吃东西，剩下还要出去喽，加竹子和竹笋，哈，还是比较够的。你走。好，我们的香香已经来到了外圈，应该一会儿它就会顺着竹笋的位置来到我们的镜头面前。因为我们的香香哈，其实它的一个它的嗅觉也是特别灵敏。可以看到我们可爱的香香已经端端正正的坐在我们的镜头面前。去吃竹子。然后我们的赵楠楠、赵奶妈也来到我们的旁边哈。然后，奶妈，您觉得香香对于您来说，她的性格是怎么样的？它是一个比较文静的大熊猫。文静。对，比较文静，但是它的应激反应是一个比较强的一只大熊猫。应激反应。对，都知道，因为关注这个大熊猫的人都晓得，它回来的时候是一个，应该是我们现在全中心回国以来就是。适应能力比较弱的一只羊，因为它对外工作展出的时候，前后有8个月时间才对外公众展出。而且它的应激反应当时真的是特别巨大，应该是像我们这边来说的话，应该也算是，最长也是就是应激反应最大的一只大熊猫，就是回国的时候。那这过程中，你们有没有想什么办法去让它更加的适应这个环境？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就是我把那些东西切成小块。我刚刚也讲过，就是我跟他两个接触的时候，就是把它通过爱心思维这么一个就是行为来加深我跟他的一个信任度，让他慢慢来适应我，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基本上每天都做两三次。2-3次。对，因为就是像刚才一样的，就比如说他在后面的时候，像刚刚我们看见他在那个坡顶上的时候，他
才出来的时候，它基本上是不会回乐舍的。但我也会就是绕路到后山去，也会给它进行相应的那种爱惜思维，也会坐在它的旁边，给它就是进行相应的一些像我们讲摆龙门阵啊之类的，就这样的。他会在您的旁边一直听。最开始的时候是他跟我捉迷藏，我就跟着他的脚步走，一路给他投一点东西嘛，就这样让他慢慢的适应我这个人。适应我这个声音，然后适应我的这个人，就这样的。那这个适应的一个周期，您觉得是多少？挺长的，因为它就像我刚才要把它从外面叫到里面，可以看见从外射叫到内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3个月。3个月，就光这个过程就3个月。对，因为就3个月的时间，基本上每天都要这样喊一次呀，叫一次，就这样的。那得有很强大的耐力耐心。对，差不多要有特别大的那个耐心。那他现在的活动量会大一些吗？没有，他基本上其实就是像我刚才讲的一样，其实准确来说，像我们成年的大熊猫不会像亚成年的那个大熊猫那么活泼，它除了吃基本上就是睡，没有像小猫那样就说还要去跟了同伴玩耍啊之类的，因为这也是跟它在野外的一个习性的一个相关。因为在野外的话，它成年了，它基本上它要自己去找吃的，它根本就没有什么好多的时间来进行什么玩耍啊之类的。但是香香嘛，因为在教养的状态下，香香比如香香哈，我们平时喂试吃，就是我们会把我刚刚这些辅食给它分试吃来给它投喂。然后如果就是第二次和第3次中间。比如没有喂到，第2次没有吃到第二次和第3次之间的这间时间，大概我们可能有2-3个小时之间的间隔。它中间醒了的话，它的活动量就特别大，它就会相当于就是感觉就是我饿了，好，没吃到，对我没吃到，你要来喂我了。但是我们的时间基本上固定的嘛，所以会给它补吗？这个没有不补。对，因为但是我们是会把就是比如说它吃800克，它这顿没吃，我们可能就会分在后面的2顿来稍微给它多一点，就这样的。所以每天对量是一样的，每天也是定量。对，定量的，它也是这样的，就像刚刚窝头一样，我就是比如说我们每天有2次，差不多2次或者最多两次的时间来进行就是那种安心思维，其他时间可能我就会把整个的给它放在外面，它会去寻。我们看到它的现在圈舍外面有一个树洞的一个，对，这个是才开始就最近才给它就是建造的，是专门为了它设计的，还是说？对，这个树洞基本上就是根据我们的环境啊，周围的那个环境来给它一个设计的，就是像海龟园那边他们是山洞一样的嘛，我们这边当时最后根据环境来给它进行了一些就是设置，就给它设成一个树洞，待会你会看见它。会站在那个树洞上面，他现在很喜欢这个树洞，我觉得，尤其是站在这个树洞上面，给人的感觉就是狮子王。狮子王，对，你都会看见他会有一种狮子王的气质的感觉，真的，他会因为他也会在上面巡嘛，他就站在那个边边上看我们这外面的人，那给我的感觉真的跟动画片里面那个狮子王很像。明白。所以它这个整个一个适应的过程还是逐渐的越来越好。对，越来越好，真的越来越好。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像我们选的这个圈舍，也是考虑它的应激反应，也是考虑了它应激反应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就是那个关系，才把它选择在这里。因为我们这边这有个玻璃，这玻璃的话，比如像我们现在这样的说话，它里面基本上是听不见的。基本上听不见。对，基本上听不见。不要看到它就是没有什么全封闭的，其实这个隔音还挺好的。对。所以它其实受外界的影响也比较少。对，但是当时他到这个圈舍来的时候，我们也花2个小时让他2个月的时间让他来适应这个环境的。2个月。对，因为他那个时候这个地方是根据跟刚才那些地方像这样一样的用广告牌给遮挡的。他虽然看不见我们，但是他能听得见外面的声音，这样慢慢过渡，最后才对外公众展出的。所以这个过程很漫长。对，挺长的。那除了他的一个性格的一个变化，应该叫一个变化。对，一个变化。他的整个状态，包括他的一个饮食，有没有什么变化？如果你说是饮食的变化的话，以我们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它应该就是从竹子的一个过渡。竹子过渡。对，因为我们夏天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竹子不是现在这个苦竹，就是那个时候是吃的是牛尾竹，相对来说，因为夏天嘛，它的竹子，因为竹子季节的原因，也有就是采食的可能就会变少，但是越到秋季我们现在这个竹子的变化他自己也知道，到秋季了要贴秋膘了，是不是？它慢慢的它的食量也会逐渐恢复到比较丰盛的一个。那体重呢？体重的变化呢？体重我们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比如像成年的大熊猫，没有让它过度的去猛长或猛跌，是我们有个监控的，我们每个月有就是3次称体重的时间，3次，对，我们3次监控它，粪便这些东西是我们每天都称的，可以，比如说猫的状态这些，我们基本上就通过这些数据来进行一些监控。那比如说这段时间，比方说它活动量又少了，窝头这些又吃得很好啦，竹子也吃得很好啦，它体重飙升了。比如说到了一个范围，想它如果变成120，可能这个状态我们可能就要给它控制减肥。对，就处于我们在减肥。这期间有减肥？没有，它没有，它基本上处于一个平缓的一个阶段。但是仙女有，仙女要给它控制的，像我刚才讲的一样，仙女因为胃口比较好嘛，对，它胃口也比较好，它因为上了年纪了，老年的嘛，它活动量相对又要比较慢，对，代谢也比较慢，对，所以它就如果它吃的特别的好或者怎么样的话，它的体重到后期的，就是像冬天的时候，它也会增加的比较快。像这个过程，您有没有担心它会就是身体不好或者什么？您是怎么样去监控它这个身体的一个状况？其实就是怎么讲，像成年的大熊猫的话，如果没有特别的一些就是什么疫情的那种传染的话，其实它得病的几率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少。对，比较少。比如像我们什么感冒、流鼻涕不是小猫这样的。小猫的话，可能就说像那种就是温差变化大呀，或者怎么样了，小猫可能就会出现那种感冒、流鼻涕、打喷嚏这种行为。但是成年的大熊猫的话，这种几率有一点小。基本上比较小，但是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不管是成年的大熊猫还是亚成年的大熊猫，它都有一个就是生理现象，就比如我们讲的，就生理一个生理特性就排黏嘛。排黏。对，排黏，就比如它竹子吃的不好的话，它就很容易出现排黏的这样一个行为。对。会有，比如说定时的体检啊。会有，而且定时的体检、定时的采血，还要给它打一些防疫的疫苗，还有这些东西都驱虫啊，这些都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对，定时检查的兽医他们都会来，就这样的。您有没有什么跟他之间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个故事可以分享给他？其实你看，马上你看，马上是不是？对，他寻那个，我给他藏起来了。他第一天他藏起来，我以为他会从下面去找，就站起来。他很聪明，他要从上面。对，他从上面，那上面有个锁，他上面那个把它找下来，看没有？那上面还有一个，待会会站起来。所以这个过程你是印象特别深刻。对，因为从这个弄出来过后，以前这里其实有个棚子，那个棚子，他平时也喜欢把东西叼在那里面去吃，包括就是后面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他在这里，他基本上不在这里，他会把那个东西打包在那个小亭子里面去吃。但是现在我觉得他还可以在上面睡觉。所以他已经很喜欢它。对，我觉得他比较喜欢这个小树洞，不叫大树洞。大树洞。对。而且刚刚看了，你看我刚刚看了，他就站在边上仰望的时候，他待会还要寻一道，应该还会再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找一下之类的。他那个时候那个感觉就特别像那个动画片里面的那个狮子王的那个。狮子王。对，我觉得。所以奶妈对他的印象就是还是比较，就是外观来说，外在来说还是比较威武的一个形象吗？不是，只是他站在这个树洞上面给人的感觉是有一点那种对，那一瞬间有点像。但是你看他那个眉眼之间，其实他是一个很温柔的一只大熊猫的。这个其实看得出来啊，它确实长得比较圆润。对，它比较乖。对，比较脸比较圆，原来就感觉那个圆规给它画的一样。其实它的妈妈也这样的，
只是它的妈妈仙女也这样对仙女一样，它的脸型其实像妈妈的，像妈妈的鼻子像他爸爸，他妈妈的鼻子没那么长，但是他们脸都比较圆，这个已经圆脸很细的一个对分辨啊。对，而且。他跟他妈妈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他吃东西的时候，他会出现像那种卡壳啊之类的。其实他是慢慢吃吗？还是不，他会吃一吃的时候，突然就像按了暂停的那个阶段，他就会听。他给了，也许这周边有什么他没有听到的声音啊，或者什么样的东西，他就会停下来，听一下耳朵就那就听，比较警惕嘛？对，比较警惕。它其实也算是一个，因为以我们讲，就是它本来对这个就是声音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只大熊猫，所以它周边有一些它没有听过，或者对它来讲，就比如现在比较安静，突然来了一个打转的那个声音，它可能马上就跑。啊，对，现在也是这样的。现在也是而且它还会打包它的食物跑。它一般会，如果遇见这种情况，它会藏到哪里？藏到那个山顶上，我们刚刚去的看不到的位置。对。所以想想对这个圈舍的利用度还是很大的。对，它基本上就是从它开始，它如果就是像我刚才讲，它基本上就远离这边的这个位置，就是，对它那边更亲近一点嘛，相对它来说。你看，其实它其实吃竹子不像其他猫，像如果你这时候去看仙女可能这个时候就在吃竹子，但是它吃竹的时间比较短，白天，然后晚上吃的很长。我很多时候就我值班的时候，6、7点钟来巡卷的时候，看到他基本上坐在这里吃东西。就坐在这里吃竹子。对，晚上6、7点钟的时候。所以他白天晚上做的事情还不一样。还不一样，他白天其实他休息的更长一点，我觉得。像我刚才讲，他如果睡着的话，真的就是3到5个小时的时间。那个时候我都会给这边的游客讲啊，他们会守他嘛，我就会给他讲，我说不用等了，不用等了，我说他睡着了，叫不起来的。是这样的。所以它跟其他熊猫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很大不一样的。对，从性格上说的话，其实还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好像每只熊猫也不一样，但是我们对个体差异很大的。对，有的熊猫它人多的话，它可能叫我们讲的人来疯，它可能会爬树啊、做活呀，都懂的。那有的熊猫的话，可能人多的话，它可能更多的就是藏起来。明白，个体差异还是很大。对，但我们香香好像确实很独特哈。对，它现在其实准确来说，它现在基本上是可以适应我们现在这个环境，就是不是说像才回来那么大幅度的应激，不是这样的了。对。所以它现在的状况也是很好的。对，很不错的。好的，那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再去看一下它的妈妈仙女。可以看一下它的那边，可能现在在吃竹子吧。